Tony 帮你做功课 ，Apple 为何突然卖台币19900元的超便宜笔电 MacBook Neo 背后的如意算盘？应该也都知道吧 ？Apple 推出了超便宜的笔电，那你觉得他在打什么主意？难道这是佛心来着，想要回馈世界吗？怎么可能？这次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他到底想要下怎样的一盘大棋？我只能说蛮屌的哦。嗨，我是电商 Tony 陈，欢迎收看 Tony 帮你做功课。这个系列不讲大道理，只带你看精彩的商业案例跟八卦。那你也可以思考看看，能不能运用在自己的公司身上。如果能确实增强你的生意，你也不用谢我哦。永远记得善待你的员工跟客户就好。好，那我们开始吧。我们上一集讲了旅游业会怎么用 AI。好，那这是我们来讲说 Apple 出了超便宜的笔电。Apple 2026的春季发表会，你有看吗？没看的话，应该也看到很多报道跑出来嘛。这次我个人认为内容算震撼，话题很多。我们先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2026苹果发表会新品整理 ，MacBook Neo、iPhone 17e，规格、价格一次看。那内容我简单讲一下，帮你复习一下。反正这次的发表会分3天，第一天是 iPhone 17e 跟 iPad Air M4 登场。iPhone 17e 就是入门款的 iPhone 然后 iPad Air M4 就是平板也用上 M4 的晶片那是跑在 Mac 笔电上的。所以运算会变得很强，看起来是为了未来的 AI 争夺战来布局。然后第二天是发布了全新的 M5 晶片更新的版本。那支援的笔电卖多少钱？这样好，我已经买了因为我发现好像很有搞头，因为现在不是什么全球记忆体在缺工、缺料、缺货吗？可是它的价格定价早就出来了所以 OK， 而且我现在的那个电脑已经剪不太动影片了，所以就索性就直接换了 M5 的。那目前使用上的体感来说真的是比我之前那个 M1 那台什么时候2020年出厂，你看用了5年了，行了啦，功成身退了啦也帮我赚了不少钱，那就这样了啦那就继续掏钱去买一个 M5 的 MacBook 出来这样。好，那接下来就是重点咯，第3天就推出了 MacBook Neo 这是苹果有史以来最便宜的笔电，不用2万不用2万。不用2万就可以买到苹果笔电这很夸张你能想象吗？你外面买其他品牌的笔电好一点的都不止2万，就不用跟我嘴说2万块已经可以买到不错的笔电了怎样怎样这是苹果苹果的笔电大家都说它是文书机怎样又怎样2万块，可是你2万块你就可以买到苹果的尊荣感那个比 iPhone 还便宜比较高阶或是什么记忆体比较大的 iPhone 都比这个都很夸张那规格的部分我们不讨论的我有找到一张科技玩家做的比较图，你感兴趣的话自己停下来看。反正他给的规格就是你一般上网用写报告没什么问题这样。那打游戏打那种3A 大作，黑神话悟空打不动，我跟你说家长听了大喜这样就对了。要电脑好买给你，可是这个电脑打不太动什么要很强的硬体才能运行的游戏那会很好啊，对家长来说很好。再来你要知道 Apple 为什么要推出低价产品笔电的评测影片我就不做了，会有很多 3C 赛道的高手来开箱，你去看他的就好，我也都看人家的，他们讲这个比我厉害非常非常的多。还是你想要看我分享怎么用 Apple 笔电去挖掘日本爱情动作电影然后深度研究萤幕显色技术？如果你想的话底下留言留言有很多的话我也不敢做这种题目好，那我们讲一下 Apple 出这一招到底是要干嘛我先讲一个安全版本也就是你在坊间最常听到的说法。我们先讲 Apple 官方说法它官方说法就是说史上最平价的 MacBook 要让学生跟新手更容易进入 Mac 生态。听起来很佛心嘛我知道大家都只想用苹果，可是大家都卡预算问题尤其是年轻人，没关系，我出一个超便宜的大家都用得起。那他其实在想的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吃掉低端的市场我不是说这些人低端，我是说那个预算不足的族群让学生们除了你看手机拿 iPhone 以外，他电脑都是苹果的那 OK 啦。那等未来他们开始工作以后，直接就会自然而然的接入苹果全家餐第二个，增加苹果产品链的使用人口，这就阳谋咯阳谋比阴谋难破几乎无法攻破你用 MacBook， 那你当然你就搭配 iPhone 这个得心应手。你可以这样嘛，复制在手机上复制，然后直接到电脑贴上很方便就是跨笔电、跨平板、跨电脑的这种使用，真的是很方便
还有我有时候剪片的时候，我会把 iPad 放在旁边当那个第二块荧幕哦，这边放比较大屏的画面，那其他地方，不然每次在剪片都小小的，你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滤镜套了哦，然后我这个效果字怎么样，有一块稍微大块的屏幕在旁边就可以检查这些细节。哦，就苹果全家桶。好，那你都用 iPhone 了，你都用 iPad， 你都有这个 MacBook 了，那你再拿一个这个 AirPods 就是耳机，这很正常吧？然后再挂个这个 iWatch 哦，很正常吧？对啊，苹果全家餐。那我也认为说，苹果哦想赚的也不是这边的钱，他想赚的是什么？就是后面订阅制服务的钱，像是 Apple Music， 然后 Apple TV Plus， 然后 iCloud Plus 这样。Apple Music 很好我以前想说，哎，听歌吗还要花钱，每个月160块什么东西不鸟他。可是我现在开车都听那个 Apple Music，165就给他了。因为像我们去听，这是闲聊哦，像我们去听那个 YouTube 上的音乐哈，忽大忽小，就是它的声音啊，你就看剪片人怎么上传，他就直接给了嘛。所以说有时候那个歌在照播的时候，声音忽大忽小的。如果你是用 Apple Music 的话，每一首歌它都有调过哦，调整过。就是你听起来的那个音质很明显有差别，然后跟那什么，跟那个它的这个叫什么音质有差别，然后声音全部会平衡在一个地方，你就不用再去调大小声然后还有 Apple Music， 它有混音模式，我觉得那个功能很棒，应该很快就会被那个 YouTube 的 Music 抄走了。就是我们开车就开嘛，然后就放音乐嘛。它是这样呢，就是歌要接下一首，它不是把这首歌原封不动播完，然后再接下一首开头，它是混音呢，在这个结尾跟开头的地方结尾它就会慢慢就渐弱，然后下一首歌慢慢渐强，而且还会改节奏，改那个鼓点。上一首是快歌，下一首是慢歌，你这样混音混完，你听起来会觉得说好高级我靠，真是好高级很棒呢。我上次在朋友，然后我就这样子，他说我靠，你这个是什么？怎么听起来很高级的样子？这是 Apple Music 这个我自己用好像没什么感觉，听我朋友这样，对，它会混音呢，我想说奇怪怎么一直都不会停这样然后很好啦，然后也有歌词可以看，他唱一句，然后那个歌词唱一句，那种很细微的动画也都做出来了。那个他不是说就是反白的，他反白以后只会稍微幅大，然后还有卡拉 OK 一键卡拉 OK 的模式你就给它按下去。它就是去除人声，让你自己唱。所以你开车，你用 Apple Music， 你再拿一支便宜那种虾皮买的那个麦克风，便宜的麦克风不用接电的，它 USB 充电的那种就好了Type C 充电的，你这车子就变成卡拉 OK， 超猛的就这样。我讲这干嘛总之就是用苹果的东西真是细腻，真是满意。我当然有不满意的部分那个 Siri 不过 Siri 留到八卦的时候再来骂。你可以问问看你身边用 Apple 的人有没有谁没订阅的。然后那个 iCloud 也是很储存空间也是很鸟，就是说它有各个储存空间嘛，就是什么你要买500G 的你要买几 T 的你要买什么的。那我跟你讲 iCloud 这个500G 它在往上下一个阶段直接是2T然后那1T 就好了，这没有就要多花钱我要存影片什么的都必须采购到这个2T， 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可是就是定价它这样子定了。好，那订阅制真的很厉害。那为什么苹果要推订阅制我在 LINE 发动订阅制那一集有讲过，现在的科技公司都非常的重视订阅制的原因。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订阅制的威力，滚雪球的威力。再来第3点，压低生产成本。我们刚才有说MacBook Neo 用的是 A18 Pro 这颗晶片，那这个晶片之前是用在 iPhone 16 Pro 上的跟那个 iPhone 16 Pro Max 上的。所以就代表说什么？他们可以去透过 MacBook Neo 的产品线去摊提整个晶片的生产成本。除此以外，这个晶片是特别为了 AI 特别开发的就是代表说苹果未来虽然是个便宜笔电，跑不动3A 大作，可是它要跑 AI 就是这样。MacBook Neo 的使用者也要能够用上 AI 的技术，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然后这边顺便讲一下，我真的在想什么？说 Apple 的 AI 功能我也用过废只有废，超他妈废他怎么还说什么要让消费者体验 Apple AI 的美好？好，这个未来我想现在我们大家都在骂，我也在骂。那我那个 Apple Intelligence 更新超吃这个手机空间的，然后更新完以后好像也还好就这样。我用的最多的反而就只是那个照片我随便拍照，然后把路人移除掉，我还真蛮像的我大概就要用这个而已。但是这个未来我告诉你，真的是有机会改变，因为苹果
居然已经低下了它自古以来高昂的头颅，它要跟 Google 合作了。我靠，你看这个标题就好 ，Siri 靠 Gemini 翻新，苹果砸10亿美元向 Google 借力 AI 云端。反正就是说 ，Apple 终于承认自家的 AI 很废。他们之前是接什么 ChatGPT， 现在就是啊，我们台湾版的现在的 Apple Intelligence 接的模型是 ChatGPT， 很难用。为什么？重视隐私。我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他说：“哦，那我要使用 ChatGPT， 你用啊，你每一次都问我烦呢、然后就要停下来。我想说 AI 我们现在都习惯这样嘛，你就问，然后按 Enter 以后，就放让它跑，等一下再回来看结果。因为推理模型你要时间让它跑，每次一回来看，我想要用 ChatGPT， 你用啊，是很烦啊，重视隐私。好，然后表现也还好，真的使用到也觉得也还好。那现在直接要怎样？就苹果的手机iPad 然后 MacBook 要直接内建 Gemini 呢？要找 Google 合作，你看他也不找 Grok 呢 ，Grok 就 Elon Musk 的那个然后 ChatGPT 也实验过也还好，对啊，中国不会这样子接，中国就是用那个阿里巴巴自研的那个模型，就中国的生态就是这样。好，那这是找了 Google， 这不能等了低下它高贵的头颅 ，Google 你来吧，就这样，你们要 Gemini 好像超厉害的，你行你上。我跟你说，那个贾博士如果听到这里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林北贾博士一生不求于人听 Cook， 你既然向这个 Google 低头，安诺，你给我，我也不知道，反正你未来可以期待说 Apple 的 AI 会变强就 Gemini。我们现在大家大概手机里都有3-5个 AI 嘛，那真的跑起来顺畅好用的我现在看到就是，尤其是像 YouTube 这边，我去参加那个YouTube 创作者派对嘛，在高雄那边举办，大家都用 Gemini， 然后他们台上推广也是 Gemini 确实很行啊。为什么？生图标题，为什么？他人不会跑掉然后他中文字是正确的就这样光这个帮助就很大了。好啊，那他那件乐见其成啊。最后你要知道 Apple 在打什么如意算盘然后我们就来讲说 Apple 在打的如意算盘，生意上的算盘以下都是我的思考，你可以听听看，反正就是讲好玩的。首先就是说，让 Apple 成为边缘 AI 运算之王。边缘 AI 运算，有没有听起来很厉害？边缘什么东西我解释一下，就是说 AI 的运算不是打资料到伺服器处理，然后再打回来，重视隐私啊。你的东西就是要在你现场，你这个手机就要解决掉了，所以它叫边缘那就终端的设备啦不要再打到远端的伺服器去弄了。按你说问 ChatGPT 的问题它是先传到远方，再算完回来再给你，就会有隐私的问题像我们现在 Apple 自己的什么面部解锁，对不对？这也是手机上直接运算的，不是说 Apple 有养一个超大的 server， 然后里头有全世界每个用 iPhone 面部解锁的人的脸，可能有吧，这个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隐私，重视隐私他现在要干的事情，苹果要干的事情，就直接让你手边的设备就现场就完成计算。好，我们先看一张图。这个是 Apple 的新闻稿，你看我划线的地方他写 Next Level on Device AI， 这个就是他们对于搭载 M5 晶片的 MacBook Pro 的定位，他就认为它是下一代的边缘运算之王。好，那这一代的边缘运算之王是谁？你应该还有印象这一代就是你要买个机器，然后来让它跑 AI那不是说连回哪边，就是说很吃那个机器自身的效能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个边缘计算之王当之无愧，叫做搭载 M4 晶片的 Mac Mini。Mac Mini 你知道吗？小小的，长得很像 Apple TV， 小小的，它没有萤幕，没有键盘，没有滑鼠，反正它就是卖你一个全部整合在一起的漂漂亮亮的，很小巧的，也没多小巧啦的电脑主机，龙虾啦，对不对？Open Cloud 那个念法也不能念 Open Cloud， 它就是要去蹭这个 Cloud。被警告改名字，然后 Cloud 都特别要这样子念但是没差，要蹭，我们就得其所愿 Open Cloud。好，就龙虾出来横空出世以后，这个可以在本地就去部署好的这个 Mac Mini 就卖断货，因为它是大家公认要在本地端跑 AI 最安全、效率最高、CP 值最高的选项。那没差就是它没萤幕没差，它打到我的手机或打到我的笔电来用我的输入端都在我这里做所以我就是很像养鱼缸一样，养一个小鱼缸在家里，就让它跑让它自己 AI agent AI 代理人龙虾不是说养好看而已，它帮你做事它帮你回客服信、客诉信干嘛，然后
让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整理完这个公司昨夜的订单，昨夜的 email 的重点汇报给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甚至还可以直接接入你的微信，我看到比较多是 WhatsApp 跟那个微信的 user， 在台湾接 LINE 应该也行啊，不然就先接那个嘛 LINE 官方账号 2.0 嘛，因为它那边就有开放 API， 就这样。那你说 Apple 自己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自己的硬体跑 AI 很有优势，可是林北就做不出来嘛，我做不出来，我不敢做啊，我一做出来，我丢的是苹果的脸这谁丢得出？只有 Siri 敢干出这种事情而已。他自己跑硬体的 AI 很有优势，自家的 AI 系统在那边，对不对？好，那你看到他这次推出的 MacBook Pro 搭载 M5 晶片，然后它的下个是就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 MacBook Neo，搭载 A18 Pro 晶片。从 A18 以后就是特别就说是为了 AI 运算打造的，这都证明了 Apple 现在全副心力都已经侧重到 AI 身上。好，第二件事情，强迫你升级。我们一样以刚才讲的 MacBook Neo 为举例，这台就文书机苹果笔电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上网看影片做报告，大概就这样。你要拿它来剪影片很困难，跑不动。其实也是可以，我看外网人家在剪那个口播影片，我就没有要用复杂的特效或者什么，其实也是跑得动像我这种影片都一定跑得动，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好，那不是工作机的话，你加 AI 晶片干嘛？你加 AI 晶片不就是让它能帮你执行一些本地运算的 AI 工作吗？例如我乱讲，未来的 MacBook Pro 搞不好能做到 AI 直接帮你剪片、跑程式之类的，这很合理啊，对不对？可是偏偏剪辑类的 AI 目前出现的非常的少，剪辑，因为剪辑还是有导演的成分在里头那散落了50-60G 都出去玩拍的，那我到底要怎么剪才比较好看现在 AI 能够代劳的部分，大概就是 Podcast 的那种，就是对谈的影片，对不对？这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镜头 take 他，然后下个人在开口说话，镜头 take 他，然后全部还有一个远景，两个人同时在框内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它有3个轨道，然后一个音轴，好，然后就是判断音嘛，再发射，然后就是切过去。这种简单的剪辑，现在 AI 能做，但是你要喂给他一个乱七八糟50-60G 的素材，请他全部看过以后，直接生成出一个。我乱讲，高雄樱花季的旅游影片或高雄日航酒店的住宿体验，目前还是做不到，这理当就要做到的东西。然后你现在用的是 MacBook Neo 他跟你说对不起，因为你的电脑规格太烂了，我只能帮你改档名然后甚至把那些你觉得不应该删的文件，我就把它删掉。你说这种 AI 有什么用？有，它可以让你不用点右键就自动删除废的啦。那人家 MacBook Pro 可以剪片了我这台只能帮我删文件你想要那个功能怎么办？只能升级了那是不是 Apple 就多赚你一台 MacBook Neo 的钱？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噼里啪啦的响当然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说推出 MacBook Neo 就是 K12 K12 讲的是美国的教育，就是美国的小朋友啦，国小国中那种学程，就是低龄的小朋友啦，他们也要笔电的话，之前都是用 Google 的 Chrome那现在的话就是想让他们用 MacBook Neo 他们哪有什么需求？他们家长的需求就是他说要电脑，可是我不想他打电动一次满足，然后很耐操像我们 MacBook Pro 这种用户，我们不会把这个电脑搬去什么什么操场去打球小朋友会，小朋友拿足球去砸小朋友会干嘛，所以 MacBook Neo 很耐操，听说是很耐操的。好，来第3个Tim Cook 库克为苹果准备好的5年计划。最后我来讲一个比较少人提到的，就 Tim Cook 要退休了，你知道吗？听说他是同志同志就是这样有的就是那种零检就被抓然后什么有没的，但高级的这个同志很厉害就是有洁癖，然后写程式很精简像以前那个 Jamie 林之晨，现在台科大的董座，以前在智书创投的时候就讲，就是说什么，你要是遇到一个 gay 然后他有洁癖那我告诉你，他又是工程师，你要赶快把他招募进来因为这种人非常的讲究，他们的程式非常的简洁、高效、漂亮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少提到的东西，Tim Cook 要退休了啦，退休因为今年2026年他已经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那金融时报是说，目前的苹果董事会也在加速接班计划，让 Tim Cook 退休或是转任董事长这样。他被骂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说赚钱很厉害，管理供应链压榨供应商很厉害，可是不创新。
苹果近年来最大的创新也不是这个什么 MacBook Neo， 而是那个头戴显示器，那个叫 Vision Pro。Vision Pro 第一代已经要停产了，卖得太烂，已经要停产了啊，就是这样。好，那因为之前库克接任贾伯斯的位置的时候，就引发很多风波，当时就很多人在质疑，然后各种阴谋论就出来说贾伯斯会挂掉，是不是你干的之类的各种阴谋论，然后一堆人说苹果帝国风光不再罗马的陨落之类有没的。好，那事实是怎样？你看我画线的地方，这很夸张你看这个表。我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反正这就是一个苹果的股价然后市值图这样。好，接任前接任后差别相当庞大，基本上就是说 Tim Cook 全力掌管运转苹果这个帝国以后，这个股价跟勃起没什么两样，很夸张非常的夸张，就旱地拔葱就这样上去，就证明了在库克的带领之下，苹果的股价怎样一路高歌猛进。那苹果在2011年市值多少？3500亿美元。你的教主啦，尼迪教主啦 ，Steve Jobs 还在的时候啦，尼迪教主啦，3500亿美元就已经很厉害，就已经是个信仰了。现在4兆美金呢，4兆呢，也就是说 Tim Cook 让苹果的市值翻了10倍以上超级厉害的。那他现在要退休了不管是谁接手，未来一定会有各种质疑跑出来所以在退位之前，要先为苹果接下来做好安排那就是这样嘛不管到时候怎样，都很不容易翻车的状态。好，他定了哪些路线？第一，更加拥抱平价路线，就是透过更多便宜的产品，吸纳更多的硬体用户。讲直接一点，就是 Apple 的精英感会越来越淡。以前用 Apple 就是觉得自己人上人，那不是都会被调侃吗？坐在星巴克，然后打开苹果电脑，然后怎样怎样，以后满大街都是坐在85度 C 外面的吸烟区，然后打开苹果店，以后大概就变成这样。好，那第二点就是成为世界上第2大的 AI 硬体公司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以后的 MacBook Neo 也卖得很好的话， Apple 将继 Tesla 以后成为全球装机数量第2大的边缘 AI 运算公司。 Tesla 就车啦好，那这件事情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说它能够运算的资料量的差距。为什么 Tesla 智慧驾驶FSD 全球最强？因为它全视觉路线而且那个自己的车子基本上就是一个运算系统了，就立刻在车子内就能判断掉就判断掉，就这样，然后传回自家的系统，回去做 AI 的训练，让以后车子在本地端的判断更精准，是这样。然后现在就训练出了这个一骑绝尘，真的大家都追不上。因为马斯克很激进嘛，反正全摄像头，理由也超直白的，他说人有办法靠眼睛跟大脑就来开车为什么车不行？好，那同样今天如果 Apple 也去记录你电脑的使用轨迹，最后是不是就能训练出不要说最强至少是最接近你使用习惯的 AI 系统那以后你就不太想要去换其他的操作系统，因为我的喜好我的干嘛它全部都在这边，换就麻烦，就很像现在的你苹果手机要换到安卓，然后安卓的手机要换回苹果，怎么换就很麻烦，会掉资料，会有没的。我认为这个才是苹果想象中的终局，它就是要你离不开它的生态系哇，这个讲蛮多。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也欢迎你底下留言说你认为 Apple 还在打什么主意，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你的留言我都会看那个在骂人酸民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回所以就这样你的留言我是确实每一则都会看然后我没有用什么禁言我直接把它关闭，要喷就来喷，要骂就来骂，这样才会热闹，这样才会嗨。我这个频道有开通 YouTube 频道会员功能，已经有不少这个长期看我影片的观众朋友有加入了，感谢会员朋友。那请你直接刷信用卡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钱与时间，把节目做得更好，把商业世界中人家做生意的成功之处或是失败之处，我就仔细拆解给你看。失败之处我们就避坑，成功我们就模仿电商偷你成，帮你做功课系列，值得你加入频道会员，祝你生意兴隆。讲八卦讲八卦，就是 Apple 的 AI 这真的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啦。这说很久很久很久了，然后市场也认为说，哇，你堂堂苹果，你这个质感它的 AI 已经超级厉害了我们全部的 AI 我们都不需要去努力去研究，反正就是等苹果的就对了，超级厉害，而且一定深度融合我的 iPhone 安乱都安乱。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 ，Siri 人工智慧到现在还是被人家笑是人工智障，你就看吧，看未来的发展如何。我认为有 Gemini 有 Google 拳脚相助，应该会好非常非常的多。接下来我补充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八卦给你。
就是关于这个 Neo 这个产品发表很新哦，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有的没的八卦一直在那边喷射出来哦。那我就先整理一下。好，来第一个就是苹果想要杀死二手市场，它毕竟是个靠卖硬体为盈利的公司嘛。结果那个二手笔电你同学卖给你的那你用完你卖给你妹妹的同学用，这边苹果赚不到钱，所以他就直接去定了一个叫19900元台币，19900元2万以下买得到苹果好，那以后二手市场还有需求吗？没有啊，你要修怎么修？这边还要扯到另一个东西因为它那么便宜，所以无法维修，几乎无法维修，全焊接，焊到爆就是这样。所以要是坏了就直接买新的，就这样。它能设计出一条一直会跑、一直会流动的，虽然是低阶文书机，但是就一直会卖的这一条路。就新机19900而已，然后还给你12期零利率谁还要花钱什么1万3、1万我去买别人的旧机，我自己用我新的啊那个颜色我选一个好看的啊就这样。那再来是就是温水煮青蛙 AI 订阅制，就是又来了我们想说我们花钱买断的这个19900元完整的电脑，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矽谷那边的消息，反正你就去看 X 以前叫 Twitter 然后 X 他说苹果正在研发 Apple Intelligence Plus 就是苹果智能的进阶版，这个要付钱这个要付钱基本使用功能免费，但如果你要这个最强就是 Gemini 全角相助以后的 AI 帮你写论文、剪影片、生简报，好，那每个月还要再月付$9.99 $9.99，就这样。如果他未来真的是要去赚这种钱，那现在低价卖设备就很合理了，对不对？我设备越卖越多以后我收这个软体订阅制才会收得多。不过月费$9.99，我未看先猜，这个其实他提供 AI 服务都是赔钱的像我同学我前辈都在哀嚎，一片哀嚎说用龙虾烧 token 怎么那么夸张，怎么那么贵，反正就这样。然后再来是这一次Apple 的 MacBook Neo 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 印度制造，就是外网在那边笑 X 上说要先检验大肠杆菌什么有没的那就是为了要避开关税，这有关税有问题啊。Trump 现在还在那边弄关税呢跟降低人工成本然后之前的消息是说印度生产线良率超低，只有 50%， 那让苹果的高层非常头痛，所以还尽量用焊接全焊死反正就几乎只剩组装这样，然后就是做在印度，这尽量去降低这个良率的问题。总之你看人家这种商业帝国的布局，有人想说怎么会在印度关税啊，至少印度那边还算亲美吧如果是中国制造，我靠，你看他这一台就不可能只卖19900了。好，那再补充一个就是说分布式计算这个东西是一个阴谋论。我跟你说，美国的阴谋论才多嘞，又多又好看，然后举证例例，然后讲说什么美国阴谋论，这是很大的流量就对了。矽谷现在流传一个说法，说他卖你MacBook Pro Neo 其实是租用你的处理器，训练 AI 是不是要建资料中心要花超级多的电跟超级多的钱跟很贵的这个硬体，他自己如果要盖资料中心，应该也竞争不过别人。这个竞争不过别人的意思是说，那个显卡都被人家买断很麻烦那电费跟硬体费用是天文数字。所以在 M 系列或是 A 系列的晶片，就是开始支援 AI 的这一代A18 以后，然后跟 M4 以后，苹果说在里面写了一段码当你的 MacBook Neo 插着电没人用可是它放在家里嘛，它还在连着网路嘛，你的屏幕已经合起来了，或是你手机已经熄屏了已经关掉了你就是放着，可能睡觉的时候那它可以顺便帮苹果运算一些 AI 的数据，然后再回传云端，也就是把这个资料中心分散到全世界去的家家户户里。它能同时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我就卖你硬体你要用你去用嘛然后第二个，它一定是有很多那个使用者，什么乐等好几万字，不会有人真的看，他把它藏在里面，然后你按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下一步，这样子它就合法了。好，然后怎么样去运算，去优化它的 AI 的训练的工具那当然不会去触及隐私隐私是苹果不能够在低头的地方隐私。好这很屌对不对？这就是相当于说我不建资料中心，可是我把资料中心散落在全世界，我不需要考虑电费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帮他充电，帅不帅？超级帅
哇，这好厉害，阳谋啊！这目前是美国的阴谋论，就在那边讲啊，要证明目前也证明不出来。总之就是这样，哎，苹果应该没有落魄到说好我就卖硬体，然后全世界的这个 MacBook 跟 iPhone 都来帮我挖比特币，它应该没有落魄到这样哦。好啦，总之就是这样啦哦。所以最近出现了这个 MacBook Neo。我认为很不错就是家长买给小朋友用，好像很不错真的是啊，就让他，你说他打不了游戏，我是家长，我要买给我小朋友电脑，我就是要他打不了游戏，你知道，能打得了游戏毁了就是要他打不了游戏，只能做简报、看影片，大概就是这样。然后2万块内很便宜啊，我个人认为还不错。苹果啊，从以前那个不可一世、不可方物如此高贵洁白的质感，到现在你看。飞入寻常百姓家，我认为很好啊，很棒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看苹果 AI 这边如何发力，真的要去实际干出一点生产力的东西，不是说什么像这次那个更新 Apple Intelligence， 它说可以做你的数位虚拟替身，就是你可以你这样看一看以后，然后你就可以用一个 Q 版的，那有什么屁用？那看看吧，接入了 Gemini， 我是认为应该未来只能变好，不能变坏。